绑定了恋爱脑系统后，我像失了智般骚操作不断，气运屡屡被绿茶养妹夺走。重生后，强烈的怨气让系统失灵，我要夺回气运。绿茶养妹删了我，含羞带怯道：“姐姐，你身体不好，我只想代替你照顾姐夫啊。”这回我勾起唇角，在他耳边轻轻喝道：“你以为你是海王，可这一池子都是鳖啊！”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视频里看到林漾漾和江修燕滚在一起时，冲击力已经没有那么大了。重生一回，多少见过大世面，欣赏了片刻，辣眼睛。这两人真是玩得花。林漾漾平日狂练深蹲和臀桥，原来都用在了这里啊。江修燕甚至从抽屉里捡起一颗药丸，扔进嘴里提劲。妖精，磨死你哥哥了！屏幕前的两人丑态百出，人是一种多么复杂的动物啊！真诚的说花言巧语，理所应当的道德绑架，人性的泯灭，道德的沦丧，只在转念之间。我的视线聚焦在男人俊秀的脸上，那是我未婚夫江修燕。3年前，江修燕单膝跪地要向我求婚，我十分坦诚地把体检报告递给他。修燕，别急着承诺，你先看看文件，上面清楚地提及我的身体状况，有慢性免疫系统疾病，需要常年服用靶向药治疗。他看都没看，轻轻握住我的手。初一，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你的灵魂不因你的贫穷、健康而改变。这个病只要吃药控制住，对生存质量没有影响的。只要你向我迈一步，剩下的99步留给我来迈。想到爸妈之间的相处，永远是公事公办的口气，相敬如宾，同床异梦，不过如此了。我心头一暖，能包容接受我身体的缺陷。他真的很好很好，他幽深的眸子里是满满的疼惜，陪着我四处求医问药，照顾我的健康，甚至妈妈去世，也是他默默陪在身边，给我宽慰与支撑。视频中，两人酣战结束，抱在一起温存。林漾漾说话了：“修燕哥哥，你是怎么知道初一家庭背景的？要不是他牵线搭桥，我们俩也很难遇到。小傻瓜，你以为哪个中产阶级家庭能长期供养女儿吃靶向药？何况是在5年之前，这款药还没有进医保，一瓶100万，若非权贵之家，是吃不起的。靶向药，那个曾经对我倍加呵护疼惜的男人，原来带着心机靠近，算计得如此精明。修燕哥哥好聪明，咱们这样并非长久之计，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呢？”林漾漾伏在江修燕胸口，可怜兮兮地问，语气充满诱惑和引导：“乖，至少也要等到我和初怡结婚，把我自己的事了结，到那时我会和他离婚，你等等我好吗？”江修燕好声好气哄他：“不要，万一他不肯离呢？万一其中生变，你身上的事情没法妥善解决呢？”林漾漾循循善诱：“那你说该如何？”江修燕拧起眉，语气不耐：“如果有一天他免疫系统疾病并发，他试探着问道。”江修燕吓得坐起身，喉咙艰涩。她毕竟是我的未婚妻，可她是个病秧子，谁知道什么时候发病？爸爸不可能让他继承公司的。林漾漾图穷匕现，语气阴狠。我闭了闭眼，任由视频继续播放，手指在桌上轻扣。钱是我的结局，是什么样呢？当爱一个人入骨，便愿意为他做任何事，哪怕爸爸劝阻我务必要与他签订婚前协议，保证上市公司股权安全，我也没答应。
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我感染了 HBV 病毒。按照常理来说，这个病是可以治愈的。不幸的是，我感染的是黏膜高危型的 HBV 病毒，而治疗 HBV 的药物与治疗免疫系统疾病的靶向药药效相冲，不能同时用药。数病俱发后，医生用药时顾此失彼，已无法求全。我饱受病痛折磨，浑身溃烂而亡。那个时候，电视上却播出林氏集团最新掌门人选举出炉的新闻，林样样完美地向镜头微笑招手。我揉了揉太阳穴，暗自思索，这给了我致命一击的 HBV 究竟是怎么来的？忽的一股怨气涌上心头，脑海里恋爱脑系统被强烈的精神力扰乱，发出刺啦刺啦的电流声。啪的一声，电流熔断，系统故障，系统故障，宿主将回归原本的故事线。恋爱脑真是害人不浅呐！林爸爸，我是苏样样，我想为我自己争取一下。院长说，我是这一届的孩子中最聪明的，我的身体也非常健康。每次看到您牵着初一姐姐来，我都特别羡慕她。我很想有个家，如果能被您收养，我一定会努力成长的。7岁，爸妈带着我去福利院，想收养一个女童，既陪伴我成长，也为我的身体积福积德。林样样捏着拳头站在爸爸面前，像一只勇敢的小兽，连她唇边的那颗黑痣都在张牙舞爪。爸爸说她身上有着蓬勃的生命力和清晰的自我认知，毫不犹豫地抓住生命里出现的任何机遇。这一点特别像他，他的眼里射出欣赏的光。然后苏样样改姓林，被我爸妈收养，这是我噩梦的开始。从此，他不断抢走属于我的东西，我的健康，爸爸的信任，江修燕的疼惜。他好像有2副面孔，随时切换。18岁那年，我外出夏令营2个月，拎着行李回到家，林样样借口身体不适，没有参加活动。进了家，我和保姆徐姨欢天喜地碎碎念：徐姨，有没有铺我最喜欢的美少女床单啊？铺了。小姐，你随我来。她眼里的紧张一闪而逝。进了门，她却把我往客房带。这边走呀，小姐。我皱着眉头，徐姨，你没糊涂吧？我房间在那边，靠南面。说着，我快步上楼，推门而入。林样样穿着我的睡衣，楚楚动人地坐起身。姐姐，进我的房间怎么不敲门？什么时候变成你的房间了？你身上穿的是谁的衣服？我眼角突突突直跳。姐姐别生气，是爸爸让我搬过来的。爸爸说我马上高3了，靠南的房间阳光好，不伤眼睛。那你身上这是？我努嘴，指着他的睡衣。我的睡衣有破洞，陈妈妈也没空给我买，只好先借你的穿一下。你放心，我已经自己下单了，价格只有这件睡衣的1/10，我不会占用你的东西的。他弱弱地说着，眼里的光一闪而逝。进了林家门后，他称呼爸爸为爸爸，但是称呼我妈妈为陈妈妈。那爸妈有没有告诉你，动别人的东西前要经过对方的允许？我冷笑着问。下一秒，爸爸威严的声音在我背后出现：是我准许的。林初怡，你是什么口气？对待妹妹要爱护帮助，你的教养都被狗吃了。他语含怒意，连带着嘴角的黑痣也在抖动。接着他又温和地朝着林样样：样样，在林家你不必委屈自己，亦应待遇和初怡一样。我低下头，冷嗤一声：爸爸他越来越陌生了。这一切变化都是从收养林样样开始的。那这又是什么？全家福。我回过身，指着墙上的照片反问。那里原来挂着我和爸妈的全家福，
此刻却被一张新照片替代。左边是林样样和一个陌生的女人，右边是我爸爸。啊，姐姐，你别误会，那是 AI 合成的照片。你知道我没有爸爸，妈妈也很早就不在了。我现在有了爸爸，也有了家，想合成照片做私藏纪念。林样样小脸惨白，嘴唇颤抖，一副受了天大的委屈的样子。我扫了一眼整个卧室，原先的全家福躺在墙角处，落满了灰尘。爸，既然他住我的房间是您的意思，那这张照片也是您的意思吗？如果是，那将妈妈置于何地？如果不是，这张照片如此堂而皇之地挂在这，他实在居心险恶。我转过身，直视爸爸的眼睛，那双属于上位者永远严肃疏离的眼睛，轻轻合了合，避开了我的目光。想来照片能大咧咧挂到现在，离不开爸爸的默许。和林样样掰扯意义不大，样样还小，不懂事。再说了，只是一张照片而已，用不着这样小题大做。你是当姐姐的人，心胸未必太狭隘了。他轻描淡写地替林样样开脱。爸，既然他不懂事，那您能告诉我，您认识照片中的女人吗？在自己的家里，女主人的眼皮子底下挂这样的照片合适吗？我步步紧追，沈笑着逼问。下一刻，脸上啪的重重挨了一掌，耳朵嗡的瞬间失聪。只听他说：“和你妈一个样，咄咄逼人，没教养的东西。”呵呵，教不教养的，那也得有人教才有。我毫无惧意地扬起脸嘲讽他：“爸爸，姐姐，你们别吵了，都是样样的错，我取下来就是，千万别因为我伤了和气。”他声若蚊蝇，可怜兮兮：“不用，样样你就放着，谁要问起来，就说是我的意思。”爸爸拂袖而去。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父女俩逐渐形同陌路，往事中的丝丝温情都留在了回忆中。但是重生一次，那个喜怒形于色的林初仪消失了。爸爸向来只看表面文章，倘若他情感的天秤倒向了林样样，那无论任何事，我去吵架都吵不赢的。忍耐是打败绿茶的第一步。爸爸说的不错，林样样的确是个对机遇嗅觉灵敏、善于把握一切机会的人，这一点已经成了他的本能。凭着貌美嘴甜，略略耍点小心机，就相继收买保姆徐姨、管家张叔，也包括后来遇到的所有人。今天是第一次，重生后的我和林样样一起参加公司实习。初一，爸爸说这次实习是公司股东张总带我们，很有挑战性，如果表现好，之后会让我们进管理层，要认真把握这次实习的机会呢。他说的是我们，也不知道给爸爸灌了什么迷魂汤，答应让他进入集团管理层。而这家公司原本是我爸妈白手起家打拼下的，只是后来妈妈身体不好，退居幕后，逐渐被边缘化。你不知道吧？前几天你和爸爸吵架，他大发雷霆，说要把你从名单里拿下去，让你在家里闭门思过呢。这也太可怜了吧！我好好劝了爸爸，他才勉为其难地同意了。他志得意满，故作善解人意地说：“谢谢，有劳你了，你太贴心了。”我淡笑着回。林样样一愣，被我这副温和的样子惊住。毕竟以前我都是一点就炸，分分钟能跟他吵起来，都愣着干嘛？开机工作了。张总从远处扯着嗓子吼，他大概50多岁，地中海发型，额头上有颗长着毛的黑赖子。据前世的经验，这位张总是公司的股东之一，工作经验丰富，职业技能掌握的也全面，但为人风流好色。开了机，我仔细回忆着各种办公应用软件和英语交流的口语。林样样在和张总搭话：“
张总，今天辛苦你教我们啦，我学得慢，你轻点骂我呀。他扑扇着清纯的大眼睛，双手环着组长的胳膊撒娇。老头十分享受着美女的靠近，越说越上头，得意地向他展示自己的工作技能。遇到这种情况，千万要审慎。来，我给你演示下。他双手摁住桌面，把坐着的林样样圈在怀里，又牵起苏样样的手握住鼠标，自己的大手紧握着他的，时不时还揉捏一下。林样样毫不抗拒，依然和张总有说有笑。旁边的实习生偷偷戳我吐槽，真是辣眼睛，这么大年纪了，真的是。林样样怎么也口味那么重，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看那位怎么不来骚扰我们？还不是林样样发出了来聊的信号。又一个明眼人加入围观，犀利吐槽。我呵呵一笑，他也算有职业素养，无论老少都一视同仁玩绿茶那套。他以为凡事撒撒娇献媚就能获得更多资源，有时候是可以，但更多的时候会付出代价。晚上下课后，张总有点感冒，不停地打喷嚏，坐在工位上休息。他粗着嗓门说：“人老了，抵抗力也下降了。张总，我这里有感冒药，您自己照顾好自己。带这么多实习生，千万不要累到了，这样我会心疼的。”他温柔似水，说得十分真诚，我差点就信了。张总的大掌紧搂着他，小嘴真会说话，我这心呐，一下就软了。他脸上终于闪过一丝不自然，不留痕迹地往外挪着脚步，随时想跑路。老头子走了后，他小脸一拉，原形毕露。什么玩意儿？对着我动手动脚的，为老不尊。我看你很享受的样子嘛，还心疼人家。我也开始阴阳怪气。他白了我一眼，踩着高跟鞋嘟嘟嘟地走人。下班后，我也有点咳嗽，头晕晕的，而且咳嗽的声音中有些杂音。一想到前世重病缠身的自己，就有些后背发凉。江修燕照例开车来接我，嗨，我眼睛红红的，浑身时冷时热。初姨，你感冒了吗？江修燕关心地问道，手探过来测试着温度，是有一点，额头有点烫。最近流感盛行，可别弄成了肺炎。走，我带你去医院。去医院？我眼睛一亮，忽然想到了什么，于是握住他的手，柔柔笑起来。修燕，谢谢你在我身边，有你真好。他认真地观察路况，偶尔侧过来关心我。这有什么？我是你的依靠，万事有我替你兜底。哦，是吗？这样的情话信口拈来，柔情暗韵的眼神轻易就让人陶醉，我差点就信了。霓虹灯的光线被车窗玻璃折射出斑驳的碎影，一切都是那么虚妄。嗨，我在车里咳嗽得唾沫横飞，差点把肺咳出来。江修燕听得眉头直皱，一脚油门加快速度。哎呦，怎么又是感冒的病人？最近的流感很厉害呀！挂号的护士大嗓门说道。可不，你没看新闻吗？这轮流感是多种型号变异的，专家通过大数据流动模型预计，全市将有至少10%的人会感染。另一个收费的护士接话道。进了诊疗室，一番听诊后，姑娘，你肺里杂音很多呀，来，先去查个血吧，再做个 CT， 看看肺部有没有感染。医生一边说，一边开着诊断书。这时，啊嚏一声，江修燕也打了个大大的喷嚏，声音有点嘶哑。我心头一喜，赶紧回头故作关怀。修燕，你怎么了？别是被我传染了吧？我指着外面大厅里越来越多的病人，焦急道：“看来这次流感很严重呢。幸好你陪我来了，要不你也一起查一查，也省得回头再来排队了。”我定定地看着他，
眼里的真诚满的像是要溢出来。一听到查一查，江修燕却俊眉一拧：“算了，我身体素质一向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再说了，我家的药很齐全，有点小毛病我就自己回家吃药看看吧，不然我不放心你。越是年轻力壮的人，就越会轻视疾病的威力。我们公司昨天还有个年轻小伙猝死呢，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有了小毛病而不自知呢。”我晃着他的手，言语温柔：“就是小伙子，来都来了，我给你开个验血的单子化验一下，早发现早治疗。”医生也劝道：“查血，你知道的，我别的都没事儿，唯独害怕打针，还是不要了吧。”他继续拒绝，脸上神色复杂，还有一丝微不可察的心虚。这一切被我尽收眼底，我怎么会放过这么好的验血机会呢？于是顺手取过我的诊断书递给他，再接再厉道：“没事的，修燕，只是做血常规检查，看看有没有感染，只抽一管血，分分钟就抽好，不痛的。”医生也慈眉善目的点点头。小伙子，看见外面的救护车没？送往 ICU 的，最近10个有9个病人都是流感导致的肺炎，进而演变成白肺，就是救回来了，但很影响将来的生活质量。我听你说话有点沙哑，还是要重视的。他接过我的诊断书，看了看上面的检查项目，的确只有一项静脉血检查，纠结了半晌，终于点头答应。我眸光微转，眼底沉黑隐晦。趁着他去抽血的功夫，我打了几个电话，快步走回刚刚那个诊疗室。陈医生，我的身体情况，我母亲已经跟您交代过，我和我男朋友快要结婚了，但他怎么也不肯去做婚检，需要您帮我个忙。麻烦您全面的查一查他的身体情况，尤其是有无携带传染性病毒，借助妈妈手中的人脉。我辗转联系上医生，这话一出，他掩去眼底的疑问，轻轻颔首：“放心吧，我会查清楚的，交代清楚。”我收拾好情绪，装作满脸疼惜的去抽血室等江修燕。小傻子，只是抽管血而已，别担心。我仰起头，抱住他的窄腰，轻声出言安慰：“是啊，只是抽管血而已，抽了血后做哪些检查，可就由不得你了。我一定会查清楚一切。”我把脸埋进他的胸膛，在暗处微微扬起唇角。晚上10点，我准时点开江修燕的账号，名字叫爹系男友的日常。他是自由职业，经营着一个情感视频账号，内容主要是记录宠老婆的日常，兼之秀秀恩爱，再接广告，卖点两性关系相处之道的课程。说起来，这主意还是我给他出的，从男性的角度入手，主打一个差异化。开播不久，就收割了一大波缺爱的女粉丝。女人啊，总喜欢被爱情滋养，其实能滋养自己的东西很多很多，为什么非要男人呢？江修燕的账号此刻已经开始直播了，而且页面显示已经开播接近2个小时。很奇怪，明明平时都是10点开播，为什么会提前这么久？我打了个电话到他账号所属的 MCN 公司，这家公司是妈妈好友的。我熟忍的开门见山，问问江修燕的近况。对方语气欣喜道：“修燕还让我不要告诉你呢，说想给你个惊喜。”什么？他说他要疯狂攒钱，想在盛世华庭买一套房子，作为你们的婚房，绝不做吃软饭的男人。初一呀，你这男朋友可让你找着了，人品不错。我却皱起了眉头。我爸妈早就见过江修燕，也明确提出会提供一套盛世华庭的精装修房作为婚房，不需要动用他那边的任何财产。
他只用拎包入住即可。是缺钱吗？他多上线播2个小时，每月能多多少收入？我回过神来问道。也不多，大概5万吧，每月多5万，这1年半载的，又能攒下多少钱去买盛世华庭的房子？要知道，那里是本市最高档的别墅区，最小户型300平，2000万起步。江修燕，她到底在干什么？晚上，我端着一杯热牛奶送进妈妈房间。很早，她和爸爸就开始分居，只是为了我，还依然住在这里。按照前世的记忆，妈妈年轻时拼工作，掏空了身体，隐退后便修身养性。但纵然再仔细保养，3年之后也病逝了。此刻，妈妈放下手里的华严经，朝我慈祥笑道：“怎么样，实习还顺利？”我点点头，看着她眼角的纹路和眉间浓得化不开的愁云，岔开话题：“妈妈还好吗？”今天林样样说，我爸答应她，如果此次实习表现好，就准许她将来进入公司的高管层。此话一出，妈妈和善的眉眼陡然凌厉起来。凭什么？我跟你爸说去。我拦住他：“妈，你不要急。您看到那幅爱全家福了吗？为什么它能从我18岁一直挂到今天？”我凝视着他，意有所指。他脚步忽然就颓败了，停在房间门口。初姨，是妈妈对不住你，我和你爸的感情不好，拖累了你在他心中的地位。或者你要是个男孩，我们俩就不会落得如此被动的下场了。他歉疚道：“妈，不必和我道歉，你我都知道，错从不在你身上。就算我是个男孩，依照我爸对林样样母女的态度，我们依然难有还手之力。”我说完，他眉间的愁容更浓了一分。妈，林氏集团正在准备 IPO 上市，你也不希望毕生的心血花落旁人吧？请你支棱起来帮帮我。他抬起头，眼里有一丝茫然。妈，这么多年被小三母女欺压在头上，你不恨吗？恨啊，可是我能怎么办？他的眼神隐忍又克制。你能的，你是陈家的天之娇女，他娶了你，却仍然3心2意，流连花丛，收养小三的女儿，借以打你的脸。可他凭什么？他起家的第1桶金还是老爷给的，借了陈家的登云梯，却转而拆桥过河。他在您和老爷的身上吃肉喝血，甚至还想让小三的女儿继承您的财产。他不配，他们都不配。妈妈，如果你爱我，请让你的恨意汹涌澎湃起来，因为只有您能帮我了。妈妈的双目迸发出一道厉芒，她盈盈的泪光下闪烁着猛兽似的光芒。你想怎么做？帮我查清当年的事儿，包括林样样的身世，帮我拿回属于我的一切。我要林氏集团所有股份。他瞧着我锐利的眼神，二话没说，拿起手机开始拨号。我知道，当年和我爸叱咤商海的女强人回来了。我动用人脉关系，请小额贷款公司的朋友打电话给江修燕推销业务。先生，我们是 XXX 贷款融资公司的，我的工号是 XXX 号，向您推荐一下我司近期的几款贷款产品，利息最低5%，请问您需要吗？需要。你们最高额度能有多少？江修燕不假思索地问。具体额度是情况而定的，需要您提供一下征信报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最高80万。可以，方便面谈吗？可以的，先生。我司的地址是 XXXXXX。随着推销人员优美的话音落下，江修燕和他们约好时间，挂了电话。2天之后，我拿到了他的征信报告，厚厚一沓，足足有20页纸。每翻一页，我的心就沉下去一分。起先是国有4大行的贷款，
陆陆续续批了有近100万的信用贷，后来是一些地方性银行的，额度更大，利息也随之水涨船高，有的甚至能达到年化10%。再往后翻，是一些地方性消费金融公司的贷款，额度逐渐变低，但利息只增不减，甚至达到了20%。在后面就是一些我听都没听过的小额贷款公司了，那利息率高的吓人，可以一概称为高利贷。朋友在电话中试探性地劝道：初一，虽然我不知道你男朋友身上发生了什么，但以我的经验看，多半不是什么好事。他如果再贷下去，等着他的不是催债公司，就是法院的传票。我建议你慎重考虑和他的婚事。我都知道了，正在收集证据，相关事宜还请帮我保密，谢谢。我嘴角略弯，感激地说：据我所知，江修燕平时和我在一起的花费并不高，甚至多半都是我付的钱。凭着他这块比肩黑户的征信报告，贷款买房也是无稽之谈。那贷款的钱都用去哪里了？初一，明天就是我的生日，你看，这是爸爸送给我的粉钻项链，这颗主钻是拍卖会上拍下来的，足足有500万呢！实在是美哭了。周一一早，林样样带着那颗名为夕阳之心的巨大粉钻项链到处炫耀，不仅当面炫耀，还要朋友圈晒。世界上最好的爸爸送我的23岁生日的礼物，夕阳之心，感恩感激。配图是他的美照，那条动态发出去后，分分钟刷爆了朋友圈，获得了超多点赞。我盯着那颗钻石若有所思，爸爸从来没有送过我这么贵重的礼物，反而总是提点我低调做人，谨慎行事。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这话也是有道理的。我并非不明白他的苦心，但这些价值观在林样样身上就统统都不作数了。满足小女儿的虚荣心，送她最喜欢的珠宝，让她开心就好，凌驾于爸爸一贯的原则之上。为什么我不可以呢？我长叹口气，送出了一条价值适中的手链。林样样瞥了一眼，意兴阑珊地收下，随手丢进了抽屉里。没关系，只要走个过场就好。我随意地笑笑，转而投入工作中。初一，你看这条内税数据和我们审计出来的数据匹配不上啊，是算错了吗？财务组的同事来找我咨询，我拿过材料，仔细地测算着，再次核对了数据，依然匹配不上。糟了，我心头一跳，这组数据涉及内税申报，如果确有问题，可能会有漏缴税的嫌疑。在集团即将上市的当口，这事儿若被核查，或被有心人抖露出来发酵，后果不堪设想。这个时候，手机忽然叮咚一声，弹出数条短信，先是江修燕的：初一，样样今晚生日，我被大伙灌了不少酒，没法开车来接你，你自己过来吧。地址在 XXX 高级会所。不一会儿，林样样的朋友圈晒出爸爸替她戴上生日皇冠的照片，一派其乐融融。9宫格图片里，江修燕喝得满脸通红，模样微醺。其中一张的姿势是举着酒杯和林样样交杯共饮。呵呵，我关掉他的对话框，点开陈医生的微信，他发来了江修燕的血液检查报告。陈医生很负责任，各类传染病全都排查了一遍，除了常见的毛病，在 HBV 那一栏赫然写着阳性。果然如此，因为身体先天不足，妈妈很小就教育我注意卫生，其他渠道我不可能接触到 HBV 病毒。闭了闭眼睛，我下意识攥紧垂在身侧的手，用力到指尖发白。现实残酷而惨烈，令人不敢直视。转身，我进了洗手间，
打量着镜中的自己，那双曾经不谙世事的眼睛，此刻被恨意填满。爸，在忙吗？我轻轻敲了敲他书房的门，进来。遥远而疏离的男声响起。屋内，林样样攀在爸爸的肩膀上，举着手机给他看着什么。他脸上堆满了慈祥的笑容。见我进来，他轻轻拍拍林样样的手：“你先去吧，1周之内，那款车我会让人买在你的名下。”哦，原来是要给林样样买车呀，待遇好到我这个亲生女儿都没有呢。怎么了？是关于上回的整改方案吗？是，担心夜长梦多，最好尽快着手自查自纠。我出言提醒，这事我已经让人在查了，若是漏缴，我会让人一分不少的补缴，不会影响公司上市。你做的很好。他上下打量着我，轻叹一声：“闺女们都长大了。”闺女们，呵呵，我的好爸爸，你从始至终都只有我一个女儿啊！我抿了抿嘴，开口打断他：“爸爸，容我提醒您一句，林样样她从来都只是您的养女，只是养女而已。”我说得十分笃定。一瞬间，他好像没反应过来，匪夷所思地反问：“你说什么？”我说：“林样样不是您的亲生女儿，刚夸了你，你就开始离间我和样样的父女关系。你妈是怎么教的你？”男人冷哼一声：“既然您觉得我的人格有偏差，为什么责任就在妈妈身上？难道我不是您的孩子？”我挑起眉反问：“哼，同样是我的孩子，为什么样样就让人讨喜，你就浑身是刺，软硬不吃？”我满不在乎地耸耸肩，带着毫不掩饰的嘲弄和讽刺：“爸，您以为当年老爷棒打鸳鸯，要求您娶妈妈时，苏如梅是怀着您的孩子离开的？苏如梅是林样样的妈妈，在她流落孤儿院中时，曾经是跟着母姓的。来吧，看看我的好爸爸得知被人戴了20多年的绿帽子，是何表现？”对面的男人松了松领口，露出一丝不耐烦：“这件事就不劳你费心了。在领养样样的时候，我已经查清楚了，原来不是被什么蓬勃的生命力感染，而是早有预谋啊！不论什么年纪的凤凰男，都一样的可恨。”携着一抹淡笑，我把手里的 DNA 亲子鉴定书递给他：“您和林样样的头发家里随处可取，这是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用的是最新检测技术，看看吧。”最后一页的结论是，他和林样样的基因型有30%的共同点，有一定的亲缘关系，但并不多。我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是你嫉妒心作祟，篡改了报告结果。他眼神像裹着刀子，语气更是不善。单看样样的容貌，就可以确定是我的种，何须怀疑？他妈妈跟着我那么多年，她是那么温柔单纯的女人，不容你在这里污蔑。眼前人到底比不过死了的白月光啊！仿佛听到了世界上最大的笑话。我取过书桌上立着的全家福照片，指着林样样嘴角那颗痣：“容貌，你是指这颗痣吗？的确和你如出一辙。但是爸爸，我没记错的话，这颗痣不是仅仅你有，而是你们家族的标志特征，很多人都有。”我带着3分滑稽，7分嘲弄。比如说，大伯他也有。那根怀疑的弦被轻轻拨动，爸爸的浓眉紧紧皱起。你和林样样的基因型有30%的共同点，你就没想过是为什么吗？他猛然抬起头，眼神微妙又凌厉无比。很好，他开始怀疑了。你想做什么？他用一种全新的目光将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我周身的气势忽然软下来，无奈道：“爸，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我只希望保住您和妈妈耗费毕生心血打拼的公司。您永远是我爸，我不希望你被人欺骗一辈子。
我浑身萦绕着无助的气息，一反往常的强势，令他有些意外。他郑重点点头，知道了，这件事我会查清楚。好，我又从包里取出一个硅胶按摩靠垫递给他，久坐伤腰，这是最新款按摩腰垫，您试试。他诧异地看着我，我抿了抿嘴，尽力向他释放我的善意。谢谢。他接下了靠垫，走出门时，我的嘴角透着一股不易察觉的笑意。从爸爸的私人秘书那里得知，前不久他暗中将林样样列入了继承人名单。等他百年身故后，林样样将继承林氏集团67%的股权，而我和妈妈只有区33%的股权，67%正是上市公司绝对控制权的占比。男人啊，钱在哪里，爱就在哪里，我怎么能不争呢？无论用什么方法，初姨，今天晚上早点回家，好吗？江修燕的微信弹出来，下面又蹦出一个开车表情包，小人眉飞色舞的表情十分猥琐。闻弦歌而知雅意，我反应过来，这哥们在求欢。一想到他的体检报告，就生理性反胃，差点溢出来。晚上有季度会议，还不知道几点结束呢。我赶紧拒绝，不多会。他的朋友圈多出几张对脸自拍，配文：冷冷的雨在脸上胡乱的拍，像一只开屏的公孔雀，透出一股子寂寞来聊的味道。放在以前，我是舍不得对他施以任何拒绝的，可看着手边银行的消费清单，我只恨自己上辈子瞎了眼。那是私家侦探从特殊渠道调用出的流水，上面不仅有某某娱乐城充值记录，还有一些境外的汇款信息。经过调查，都是线上网赌充值。除此之外，他现在开的车也是租赁的，还有一些奢侈品包包的购买记录。从柜姐那里调取的信息显示，这些包包都寄到了一个熟悉的地址，是我家。可我却没收到这些礼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渣男的味道。我眉眼含笑，眸光冰冷。爸爸中风了。在看了最新出具的亲子鉴定报告后，他大怒之下把整个书房都砸掉了。不怪他生气，替别人养了20多年的女儿，搁谁不生气呢？原来多年之前，是林样样的妈妈给他邮寄了亲子报告和女儿的照片。爸爸一见如此相像的容貌，便不疑有他，没有继续深究。至于林样样生物学上的父亲是谁，已经无法细查了。他沙哑着嗓子告诉我，想见见我妈，可我妈却不愿见他。怎么着？生病了想让我去照顾他？做梦去吧！我只好大发善心的给他雇佣了顶级的看护，嘱咐看护要上心照料。看护特别用心，闲来无事便和卧病在床、身心遭受重创的老头拉家常。他说他闺女和我特别像，脾气大得很，像茅坑里的臭石头。让他去东，他偏往西，常常把自己气个半死。可那样的孩子，却在他患癌之后卖了房子，身负巨债替他治病。不仅如此，还夜夜陪护，替他擦洗端尿。尽管嘴里常常骂骂咧咧，心气不顺，但行动上却是无可指摘的。最终这条老命保住了，线下恢复的竟然还不错，能跑能跳。这不，出来找份活做。林总，我老了，随便和您聊聊，您别怪我嘴碎。我看初一小姐呀，是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很关心您的。一场病抽去了爸爸旺盛的精力，整个人饱经风霜，失意颓丧。林样样连个影子都不见，因为公司正在积极筹备上市，他哪里还顾得上爸爸？看护和爸爸聊得挺热乎，其实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教的。我需要他在爸爸那里
替我讲一个孝顺女儿的故事。公司顺利上市，需要召开新一届董事会，会上会选举出林氏集团新任董事长，所有林家人都与有荣焉，到场参会。姐姐，你和我争，从来都没赢过，一会可别哭鼻子呀。他笑得气定神闲。静候佳音。我扯扯嘴角。董事会上采取直接投票法，投票结果10名董事会成员1人1票，我这边6票，他那边4票。你们怎么回事？明明要不是张总用眼神制止他怕是连选举前对方承诺暗箱操作的话都要抖露出来。如果大家没有异议的话，本次董事长人选就出炉了。让我们恭喜创始人林总的继承人小林总。会议室响起热烈的掌声，我气势如虹地走上台，发表选举感言。台下林样样狠毒的表情落入我眼里，他恨恨道：继承人，话可别说得太早。那天夜里，保姆徐姨偷偷摸摸进了监控室，让别墅的监控断了1小时电。而后林样样鬼鬼祟祟进了爸爸房间，我提前安装在爸爸房间的针孔摄像里，生动记录了他对爸爸声色俱厉、大声呵斥的样子。爸，你的身体不再年轻，手掌不再有力，被你疼爱了一辈子的女儿辱骂，感觉如何？中风的你只能束手就擒，静待屠刀落下。我在心里冷笑。林样样很谨慎，如果对中风患者动手，很有可能授人以柄，但是中风的人不能动怒，若是再受强烈的刺激，极有可能形成脑梗，危及生命。果不其然，10天后，爸爸死于脑梗死和大面积脑出血。林样样手持爸爸的公证遗嘱，自信明媚地走进办公室。遗嘱上明确地写着，林总身故之后，将由他获得公司67%的股权，他将顺理成章获得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进而可以提请召开股东大会，重新选举董事会和董事长。我要求重新召开股东大会。他信心满满。好啊，如你所愿。半个月后，股东大会重新召开。各位，这是父亲去世之前立下的公证遗嘱，请各位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别被冒牌货迷住了眼。他提着那份文书绕场一圈，满脸焦金。林总有2个女儿，这份遗嘱财产分割差距如此之大，我认为真实性存疑呀。与我妈妈交好的股东出言称我：刘先生，你给大伙说明一下。林样样拍了拍手，从他身后走出来一个人。我是给林总做公证的公证员，这份遗嘱确实是林总在叙事清晰、有独立行为能力条件下确立的。那人认真说道：是的，当时是我陪林总去现场的。集团法务又站起来声援林样样。此话一出，台下众人议论纷纷。各位，这份遗嘱确实不假，但是我这里也有一份爸爸手书的遗嘱。我朝秘书点点头，他向各位股东发放数份手书遗嘱的复印件。文件上显示，爸爸1个月前将他名下所有的股权都给了我，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林样样。他小脸一白，怒不可遏：假的，爸爸怎么可能什么都不留给我？可哪个男人能原谅给自己戴了20年绿帽子的女人和她的孩子呢？据护工说，爸爸生前最后的日子，搬出了全家的相册，一页一页重温。后来他召集了秘书和权威律师，就遗产分割和公司股权划分，又重新立了一份遗嘱。2021年1月1日民法典施行后，取消了公证遗嘱优先的规定。那么被继承人生前留下多份遗嘱的，
以确立遗嘱时间来确认遗嘱的先后效力问题。我淡淡地说，林小姐手中的遗嘱和我的这份都确立于2021年1月1日之后。根据民法典规定，立有数份遗嘱的，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妹妹，你手里的那一份，怕是失去效力了哦。我唇边绽开一个轻笑，假的，一定是假的。我要求对遗嘱真实性做鉴定，爸爸绝不会这么对我。他气急败坏，林小姐，你是说这个吗？我的律师在大屏幕上播放了爸爸立下遗嘱的视频，画面中他的手虽抖，却神志清醒。不可能的，怎么会？他口中念念有词。你不如想想，这20年里向爸爸隐瞒了什么？再问问自己，对得起他付出的一切吗？是你做的。他缓缓抬起眼，陡然抱起向我扑过来，下一刻被早早守在一边的保安揪住，架起来丢出了大门。真好啊，他什么都没有了。他不知道的是，保姆徐姨也是我的人。徐姨是在我的授意下把监控断了电，就是为了让林样样放松警惕，露出马脚。我错了，低估了林样样从绝境逆袭的能力。他竟然向税务局举报林氏集团偷税漏税。几天后，税务局的工作人员敲开办公室大门时，小股东张总殷勤地把所有财务资料落在桌上。审计报告、财务资料、原始凭证都在这里了，我们一定积极配合调查。他面上闪过一抹不怀好意。小股东可以提请查账权，对公司账目进行监督。我粗略地翻了一下，每一年度的材料都很齐全。看来张总着实费了一番心血啊，这一招果然狠毒。税务局的工作人员朝我和善地点点头，谢谢林总配合。我也回以友善的笑，招呼秘书务必随时响应对方的要求。可税务局查了1个月，什么漏洞都没有发现。对方撤离的时候，对方还告诉我，由于突出的内税贡献，他们已经将林氏集团纳入年度地区突出贡献企业名单，到时会进行授牌。林总，那我们就到实践喽。守在一边的林样样无能狂怒道，怎么可能？你们是不是没仔细查？我要去举报你们。对方义正言辞道，欢迎林小姐的监督，不过为什么你如此希望自家公司被查出毛病？我倒是头一次见。林样样被对得哑口无言，这一幕被在场的董事会成员们尽收眼底，大家对他有此举的原因心照不宣。可林氏集团是在场众人拼搏一生的心血，大家怎么会由着他胡来？林样样闹这一出，把所有支持他的高管好感都败尽了。至于张总，看他对林样样志在必得的猥琐眼神，我有理由怀疑林样样出卖了某些珍贵的东西去求了他。没关系，我有的是方法治他。不久之后，我提请公司增资扩股，希望引入更多2级市场投资，此举可以让现金流更为充沛，开启更多项目。提案顺利通过董事会决议，公司新发行了几千万股，张总手里的那一点点股权被稀释得所剩无几，他失去了投票权。实际上，几个月前，我的确查出林氏集团的税务有漏洞，在我的监督下，已经提前完成所有整改了。这是江修燕向我求的第3次婚。晚上，她在家里做了满满一桌菜，身穿围裙的男人举着锅铲求夸夸：初姨，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做的都是你爱吃的，来，你快尝尝。他不知道，在我眼里，他像一个行走的病毒库，我连沾都不敢沾，何况是吃他做的饭。有什么事儿吗？我一会还有个会。我撇过脸，
躲过他递来的勺子，他又跪下了，举起钻戒盒，缓缓打开，言辞恳切：“初怡，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我是真的爱你，不要怀疑我的诚意好吗？”我看着那枚30分大小的钻戒，想起他的付款账单，钻戒的收款单位是一家当铺，他竟然买了一枚二手钻戒，区30分的钻戒都要买二手的，可想而知他的经济状况恶化到了什么程度。趁着我愣神的瞬间，他生硬地扯过我的手，要把戒指往我的手指上套，然后有力的双臂将我打横抱起，就要往房间里钻。初怡，我等这一刻很久了，答应我吧。他语气卑微，他的手触碰在我皮肤上，激起一层鸡皮疙瘩。这人一点逼数没有吗？放开我，保镖就在外面，再不放我喊人了。我语气冷酷，我年纪还不大，没必要现在就结婚，这一点我很早就跟你商量过了，这么急做什么？我淡淡问。来不及了，我妈已经是癌症晚期了，再晚结婚她就看不到了。来不及这话不假，据她最新的征信报告显示，江修燕以贷养贷，贷款数额逼近1000万，每个月的工资都快还不上贷款利息了。男人呐，撒起谎来连自己妈的命都能编排，恶心至极。可你妈生不生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凉凉地反问。你竟然这么没良心，你是有缺陷的人。我妈她老人家这么宽宏大量地接纳你进门，你一点都不感激。她指着我恨恨道。我想起老太太每次见我都要大谈一番他们老江家3代单传，江修燕人品好，长得帅，追她的小姑娘一箩筐，我就想笑。忘了告诉你，我已经打定主意，这辈子独身到老，把公司做大做强。耽误你这么多年，真是抱歉了。你欺人太甚，我陪你这么多年，你得赔偿我青春损失。他变了脸。你要多少？1000万也不多，你手指缝里随便露一点就够了。1000万正好能够覆盖他的巨额负债。你让我考虑考虑。妈，来，和叔叔靠近一点，咱们合个影。茄子，我正带着妈妈和她的伴侣一起出门旅行，走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遍览壮美景色。爸爸走后，我帮妈妈报了老年大学和夕阳红旅行团，鼓励她放下佛经，走出家门旅行去。妈，你心情好，身体就好了，多陪我几年啊！我把头埋进她怀里。在旅行团中，妈妈遇到了许叔叔，他是 HR 文学系退休教授，学识渊博。2个人从佛经谈到西行路线、古典文化，共同语言不少。在我的助攻下，2人成功谈起了黄昏恋。老房子着火，那是止也止不住。等我们旅行到家，推门而入，林样样和江修燕不着片缕，抱在一起嘿咻的样子被尽收眼底。我妈气得让他们连夜滚蛋。林样样悠悠地从江修燕胯下支起身来，媚眼如丝。姐姐，你身体不好，我只想代替你照顾姐夫啊。这回我勾起唇角，在他耳边轻轻喝道：我们早就分了手啊，这声姐夫怕是叫早了呢。林样样刚刚的得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小脸惨白。他回过头狠狠瞪着江修燕，为什么不告诉我？男人用床单紧紧裹住重点部位，缩在一边瑟瑟发抖。他要是告诉了你，还怎么从你这里搞钱啊？自从我和他分了手，江修燕苦苦支撑着还贷，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林样样。林样样还企图靠他在我的免疫系统疾病上做文章。我似笑非笑道：你以为你是海王，可这一池子都是鳖呀。江修燕提出要我赔偿青春损失费，我考虑的结果
就是在社交平台公布了他的光辉事迹。他出轨、欺骗、赌博的恶劣行径与视频号中营造的宠妻人设大相径庭。好家伙，原来是个捞男啊！他防了，死渣男，浑身都是槽点。让我想想从哪开始骂。天哪，心疼他的富家千金女朋友，网友纷纷替我打抱不平。一夜之间，他掉粉无数，平台见这件事上了热搜，火速把他的账号封禁了。更惨的是，他新签约了一家 MCN 公司，在入职体检时查出得了阴茎癌，而林样样也麻烦缠身，自顾不暇。我向法院提交了他在爸爸中风的情况下怒骂他的视频和亲子鉴定报告，以故意杀人罪起诉了他。不出所料，林样样败诉，他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出狱后，他换了条赛道，据说成了外围。他的朋友圈岁月静好，不断地晒看书学习、插花练瑜伽、日常学英语、MBA 课程打卡照片。只是我知道，那都是经营社交圈而已。一次出席酒会时，我又见到了他，他脸颊被划了一道长长的伤口，经过医美修复后稍微淡了些，但疤痕依然清晰可见。那是张总找上门画的，他害得老头被踢出了董事会，对方一直怀恨在心。他混在一堆外围中，不断地向丑陋如肥猪的富二代献媚，脸上的笑容依然甜美娇艳。不过，外围圈里也开始内卷，美貌提供情绪价值只是初级课题，现在又开始了身体塑形、私处埋线，甚至开始吃药延迟经期。执掌集团3年后，我另起炉灶，开始投资乡村振兴事业。此后，林氏集团新增房地产业务板块，集团开发的房屋和桥梁出现在大西南、大西北等交通闭塞地区。与此同时，我还成立了家族慈善基金会，建立女子学校，资助贫困地区女孩走出大山，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被市长授予全市10大女杰、最佳青年慈善家称号的那天，我在自己的个人博客写下一句话：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卓溪，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去了国外，动了许多卵子，并用 DNA 筛选技术剔除了免疫系统疾病的基因片段，它们在冷藏库里静静沉睡着。如果将来遇不到合适的伴侣，那么林氏集团就是我的牵绊和归宿。人这一生匆匆而过，如果真有所图，也不过是份温暖和惦记。若不能同频共振，真诚以待，不如独处。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